那来看看国际议题，在日本也有很多不想要看的画面。从它元旦开始，日本就一直很不平静。那么甚至呢，天降闪绿光，还有爆炸声的画面。你不起先没逮及，我们看看这段画面。忘了安太岁。哇，这个是民众不同的角度都有人拍到的画面。这像什么流星而已吗？不是，他们还听到爆炸声，他们很担心，所以第一时间各种反应都有啊！难道是北韩的飞弹吗？还是哪里的飞弹啊？让大家很担心。可是其实这颗火球划破日本关东地区的画面呢，现在所研判应该是类似陨石这样子的画面呢掉下来，但偏偏在日本都一直发生啊！日本所以很害怕，怕什么呢？除了各种天灾之外哦，俄罗斯、朝鲜三国会不会尤其台海之间会不会有冲突？它会有事啊！哦，所以。北韩看看要震慑日韩的这个做法，2024才开年就首射的这个飞弹，南韩军方说这个北韩朝日本海发射了弹道飞弹，为什么特别被关注呢？因为这一枚疑似中远程的级别的弹道飞弹里头，距离飞行大概有500公里。最后掉落是在哪里？朝鲜半岛东岸附近的日本专属经济区外的区域啊！日本政府向北韩提出抗议，但有用吗？因为拦也拦不住啊！北韩射的这个飞弹为什么被注意？是因为它是固态的燃料极音速飞弹。这个国营媒体北韩国营媒体报道的这个试射采用新型的固体燃料。告诉大家什么？这个技术是更高一个层级的，它可以提高攻击能力，而且更难拦截。最远的射程还可以覆盖西太平洋海域，包括美国关岛这些地区的军事基地。所以它在展现它的肌肉啊，它的实力啊，哦，所以还不止这个陨石掉下来，日本人也担心，万一不小心飞到他们附近的家园该怎么办？那么当然还有航空母舰的需求，现在被说空前的增加了。美国美造级的福特级舰说要快马加鞭，美国海军航母计划执行办公室执行长梅耶表示，由于对于航母近期战略啊、作战啊各种能力明显的需求增加，所以要加紧交付福特级的核动力新型的航母哦，所以成对的在采购啦。美军采购的这个航母需求，卡尔文森号啊、雷根号啊、向西执行啊、福特号跟艾森豪号啊，它所象征意义都是更多的备战、更大规模的需求。还有中国呢，因为台湾的大选推迟到今年才要举行的是什么呢？中日韩三方的会谈。那么结果现在已经确定安排3月，岸田文雄要去3月访美啊。可是3月如果中国邀请这2国的元首过来的时候，时间是不是冲突到美国的时间？现在还在协调。但是这个中日韩领导人的峰会，现在可能日本、韩国可能都很需要在这个地方的平静，尤其是台湾大选之后会产生什么样的新局，大家都不太放心。而中韩的关系呢，被形容是回温了吗？王毅表示，中韩建交30年来，为了促进地区和平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所以呢，在战略合作的关系里，中韩有了进展。而韩国原南韩指的是南韩，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是发生了31年来首见的逆差现象。产业发生了什么变化呢？南韩最新发布的进出口动向数据表示，到去年的前11个月为止南韩跟中国的贸易里头出现了180亿这么多的美元逆差，这是过去比较没有的，因为南韩过去也是出口大宗啊，但是去年的报告却发现中国出口产品技术水平竞争力在上升当中，以至于南韩有必要进一步要提升出口产品的对外竞争力，来改善现在他们形容是过度依赖中国市场的出口结构，尤其是依赖什么呢？如果是像这样子的原物料的系统就很重要了，被形容松一口气。为什么？因为南韩的电池，如果说锂电池、石墨这些材料原物料不准进到南韩去的话，对他们产业冲击会很大。所以现在最新消息是，中国政府已经批准了，可以向南韩的主要电池行业的产业出口石墨材料的时候，他们才有办法，包括汽车啦相关的供应链都会产生重大的影响。亮哥啊，日本真的是很不平静哦，但其实区域之间也很难真的放心。对，日本今年好像忘了安太岁，真的感觉什么事都有，什么地震啊，还有撞飞机啊，对不对？什么都有，怪事很多啊。是。那岸田的民调也不行啊。大家都认为他现在回温了5个百分比，对，可是恐怕也不一定能做到9月啊。他本来到9月嘛，这个，不过我是觉得这样啦，那个中日韩
三边的高峰会，因为今年第一季中国大陆比较忙嘛，它有2会要开啊，所以一般是认为第2季啦，所以应该他们还是会碰面啦，要处理一些问题啦。那搞不好就用岸田下台作为那个核污水的一个转捩点。不，日本人常常这样，因为他是内阁制嘛，他来负责。那换个首相就表示他对那个政策负责，那我们就转个弯吧啊。那反正核污水也倒了不少了啊，那就到此为止吧，暂停一下啊。那只要那个核污水有点解，我认为有一些议题就可以往前走了。比如说，你说南韩那个锂电池石墨，那个南韩90%依赖中国啊。没错，那事实上他们是有交易的啦，只是你没有把它写出来啊。比如说 SK， 我听说他在中国大陆的半导体投资，他要技术升级。那这个，因为韩国目前他那个卖到美国的出口，如果说还有增加了空间，那就是基本上中国大陆不能卖的东西嘛。比如说中国大陆半导体要卖美国，美国要给你加税啊，对不对？他才不管你什么资讯免税，电子的产品应该要免税啊，美国才不管你呢。所以在这种地方，韩国就会得到一些缺口了啊，比如说电动车，中国不能卖啊，那韩国就有机会去试啊，就是类似这样啊，不然韩国真的对中国的贸易啊，恐怕这个入超的局面会越来越明显啊，这个就是它麻烦的地方，因为中韩。它只要产品是重叠的啊，它很多都被打败了，这个很麻烦哦，因为那个本来是占蛮大的量啊。韩国出口到中国大陆本来占比是高达24%，那现在不是他不想卖啊，是卖不进去啊，竞争力就被打败了。人家就不再买你的啊，比如说韩国的汽车，是韩国汽车现在在中国都快要消失了，真的是这样啊，所以。这个就是它的问题了，就是它的产业结构出口中国这一块，它比台湾要严峻很多，因为台湾是电子零组件为大宗，还有半导体等等嘛。那这一些中国大陆，因为它真的缺货，它需要台湾制造来弥补啊。那中国大陆有一些技术也还没赶上，所以他觉得台湾的货不错啊。那韩国不是这样所以它在这个部分恐怕是比较麻烦的。所以产业的整个问题对于这个区域周边的关系影响，当然冲击很大喽。台湾总统大选落幕了之后呢，其实区域周边的国家也都很关心，其中韩国自己在南北韩也一直在试射飞弹嘛，所以眼不平静。日本当然也担心隔壁有事，它会有事啊。试射飞弹的是北韩啦，或者是我们应该叫它朝鲜啊，因为他们自己称呼它自己叫朝鲜。那这一次是大概是中程的弹道飞弹固态燃料。中程弹道飞弹通常我们讲1000到3000叫中程，但你大概4000范围之内，那它这次飞了1000，那到关岛是3500，所以呢，这个等于是一个技术上的一个就是说确认，不过千万不要认为北韩是一个这个放羊的孩子，或者说不理性，北韩朝鲜太理性了，我看了他超过20年，我很想问他的国安顾问是谁？玩弄一个这样子的国家，在这个区域当中玩弄大国的这些权力政治，但是到最后还可以让自己核武能够上升，保住了自己。所以千万不要认为说他打飞弹，他做测试，好像就会发生战争。No， 我觉得和北韩、朝鲜其实非常理性，是很克制的。现在中国大陆这边我觉得面临在东北亚2个挑战，第一个就是中日韩的3国的关系，中日、中韩以及中日韩怎么的逐步的恢复，但这个大的方向应该已经是确认。第二个是中朝关系，那因为现在朝鲜呢忙着在做军事上的就是打飞弹，以及在外交上要跟俄罗斯在搞就是很密切，他的外交部长现在正在莫斯科嘛，对不对？那军事上很多技术也在这段期间从就是俄罗斯那边获得，所以北京有一点不太希望在这段时间中朝的关系太密切，但是呢，我觉得中朝的关系一定会是回到主轴，回到轨道。然后呢，日本跟韩国一定要了解，到最后能够对朝鲜还有真正深刻影响力的，还是中国大陆。美国已经不行了，美国根本已经就是完全是
只是透过朝鲜危机，所谓的朝鲜危机来去强化美日跟美韩的军事同盟，然后针对中国。所以其实真正能够对日本、韩国、对东北亚安全有帮助的，其实还是中国跟朝鲜之间的关系的稳定。那这个其实是我觉得美日之间到现在都还没有看清楚的。那最后我看到，其实基本上在所谓的航母的这个要求已经在这个区域第一岛链范围之内其实情势已经很清楚了。你看到这一次的卡尔文森号跟雷根号都已经慢慢的在幕后距离台湾相当的距离。可是呢，接下来福建号的整个开始下水之后呢，开始这个服役之后，我觉得在第一岛链的这个就是航空母舰的对比就已经会倾向于对大陆、对解放军比较有利的。大家都在修肌肉，区域之间要如何维持平衡？选后最担心的当然就是区域之间能不能降低风险。但是像美国的航母需求空前的增加，当然也是各自在区域平衡里头需要展现的实力。美国现在当然就是它要分好几头包括台海这边也可能会有潜在的危险。那以巴那边冲突还没结束，俄乌这边更不要讲，所以它的航母其实基本上已经不够用。他之前做轮调都已经开始捉襟见肘了，我觉得这个对他来讲是非常非常麻烦，因为美国他因应的中国的崛起，所以他已经调整他的防卫计划，他希望未来能够维持12艘航母，可是他造舰的速度太慢，所以一直没有办法跟上来。那目前呢，本来在福特级现在已经服役嘛，新一代的这个航空母舰，本来第2艘他2010年就开始建，可是到现在还没有建完。估计要到今年2024，今年年中的时候，大概可以下水海4。那这个海4还没完，因为海4还要成军不知道多久，所以这个对他们来讲，这个时程拖得非常非常长所以在这种状况下，美国海军恐怕会面临他的军队无法调度的问题。如果战场这么多的话，他真的没办法调度。所以美国现在绝对不希望台海这边出任何事情，因为他的兵力分配已经呈现不足的状态。他其他航母，他现在就是4艘可以用，其他航母大部分都在整修。好，所以我们来看现在朝小野大一个最少数政府组成了之后，立法院当然是最近的第一站怎么样在立法院可以院长的所谓合作纵横之间，我们今天早上看到了民众党的记者会，他就是要两边看看双边筹码谁比较符合他的需要。但是呢，有一个团体叫做蹭韩的罢韩团体，就又出现了。We Care 已经消失好久了他们 care 什么？其实 care 只有韩国瑜嘛。马上这个黑韩供应链又开始热身了。罢韩团体说已经暖身，立法院长可以罢免吗？用这个话题来争取话语权，因为一段时间来已经没有这样的画面。但立法院长当然不是说要罢免就可以罢免的。那这种做法只是为了要酸韩国瑜或制造仇恨值而已，现在还有用吗？那国会如果绿白合，当然不是没有可能。民进党也在提呀，有没有办法跟民众党来合作？那么如果游锡堃当院长，就是绿白合会有的结果。那同时，翻白眼女王这个黄姐说，准备好要跟韩国瑜切磋，遇到冲突议题交锋，绝不退让。但是立法院长要怎么跟同事怎么切磋啊？尤其是他如果还不是立法院长的话，被你们绿白合的话，那又怎么切磋呢？都只有一个理由：消费韩国瑜，蹭韩。他当初不也是因为蹭韩而有很高的知名度跟声量流量吗？那目前呢，绿营在观望的是什么？罢侯潮。虽然提出来了，但目前表现的是不是不够积极呢？因为是不是侯友宜在新北市虽然得票数不见得高，仇恨值却没有那么高呢？我们看看赖萧配在新北这里的得票率是38.59%，超过了侯康配自己侯友宜的本命区35.17%，柯银配只有26.24%。那么绿营得票40%，如果出手罢侯，比例上没有那么容易，除非绿白这两边加起来合作，那有可能柯文哲要淌浑水吗？那么绿白有没有可能包括立法用其他议题的合作？这真的是一个问号。当然不放心的也有美国的问题我们知道今天有个新的邦交国诺鲁断交，但是美国代表团集也是从之前从来没有看到过的，一当选完宣布结果落地飞下来的这个美国代表团
就是担心台海的政局不稳定吗？所以今天赖清德还有蔡英文总统已经先见了这个资深的代表团从美国来，那么表示要继续捍卫台海的和平稳定。那这几位包括了前副国务卿那当然美国在台协会罗森伯格，这些人都代表着拜登政府的意志，或者是拜登自己亲口讲出来，媒体问他就那句。他不支持台独。那问题是担心的是什么？担心就是这个区域的不稳定，再让美国有更多的麻烦。所以布林肯美国国务卿在祝贺赖清德当选的这个发的讯号里头，告诉大家，中国外交部立刻对于这个当选祝贺的贺词表达了强烈的抗议。外交部说，美国国务院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美中的3个联合公报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已经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而大陆的外交部长王毅则是引述开罗宣言说，1945年开罗宣言明确规定，把日本所窃取的中国领土台湾归还中国，具有国际法律效力的文件，构成2战后的国际秩序，所以动作会越来越强，越来越大。除了今天诺鲁有断交之外，经济上面的各种断联，那么或者还有进一步其他措施会怎么做？当然大家不知道，也准备要观察跟因应当中。而美国是不是仍然不信任赖清德呢？蔡归赖随这件事情在辩论会当中让大家觉得怀疑他离开了蔡英文路线，所以华邮就指出了赖清德跟蔡英文的差别，让美国政府不见得放心，因为这2个人不一样。蔡英文过去是职业的官僚，还有国际贸易谈判人员，所以相对稳定。但是赖清德是在民进党公开支持台独的时候崛起，所以对蔡英文帮助很大的一点是极端稳定啊。赖清德刚好相反，打选战的背景，这个是由国际学者所分析的，让他更有可能垮而谈，却影响他稳定传达讯息的能力。意思就是什么？它可能不稳定，随时会传达出不小心引战，会让两岸之间更冲突的言论嘛。亮哥，我们从看到这个立法院接下来的这一仗哦，到接下来在罢侯的种种议题里头，新的选举变化的确还有很多的变数，尤其是两岸之间。我跟你讲啊，这个不是赖清德跟蔡英文的对比啦，这个任雪莉 Sherry Rieger 他讲错了啦。那陈水扁呢？陈水扁2000年当选的时候，他得票39.3%，跟赖清德40.05%是差不多的，就是双少数。总统是少数，立法院也少数。是，陈水扁是3月18号当选的，他当天的当选感言他是怎么讲的？我们愿意就两岸直接通航、通商、投资、和平协定、军事互信机制等各项议题来进行协商，希望能够进行全方位、建设性的沟通与对话。318，赖清德那个当选感言能听吗？我们是民主阵营今年第一场的胜利，民主跟威权，我们选择了民主，对不对？第二点，我们打败了中国介选。第三，我们选择正确的道路，绝不走回头路。你看跟陈水扁对比多鲜明啊！真的。所以这个不是什么你是什么出身，陈水扁都是选举出身啊，牵涉到你的程度。你赖清德就是没有程度，就是这样。陈水扁知道国际社会、中共的压力，他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陈水扁就是一个有程度的总统啊，所以520就职，陈水扁就提出了那个有名的4不1没有嘛，大家记不记得？对，只要中共不对台动武，本人保证在任内不会宣布独立，不会更改国号，不会推动两国论路线，不会推动改变现状的统独公投，也没有废除国统纲领跟国统会的问题，唤醒了我们重大的回忆，对不对？真的4不1没有嘛？请问陈水扁哪一次不是选举出来的啊？他选过多少举啊？那以国家的规格做了更高的他选的会比你赖清德差吗？陈水扁，我认为他是战神呐，选举之神呐。可是当他当选总统，知道自己是双少数，他立刻就知道他这样的一个总统正面临了一个国家的危机啊，他就立即有这种认知，避险的，跟你蔡英文跟你那个赖清德完全不一样啊，你就知道为什么美国对你不放心嘛。
这个人选一直是在讲原因呐、事实上美国对他的不放心是很广泛的。就你这个人偏执独断，程度又差嘛，我有什么办法？陈水扁后来讲什么，你知道吗？他说：“为什么我要这样讲？事不宜没有啊，因为我必须考虑到我是不是可以得到台湾人民的欢迎，我必须要受到国际社会的肯定，我必须要让美国政府放心，我必须要让中共找不到借口。”哎呀，他4个效果他都要，真好，他都要啊！拜托赖清德去看一下陈水扁的《世纪首航》这本自传，好不好？请你去学学人家吧。我现在也没有办法影响你啦，我只是在跟你讲啊，我在这里看着你当总统，我就什么中华民国宪法是灾难，你赖清德就是台湾的灾难啊！每天大家都要提心吊胆陪你生活啊，这才是可怕之处啊！拜托你去看陈水扁的《世纪首航》啦，这本书啦，帮大家回忆一下啦，《世纪首航》啦，政党轮替的500天的沉思啦，看当年人家阿扁是怎么思考的。拜托你啊，救救台湾吧！否则彬哥，我们现在是不是真的只得瑟瑟发抖，等着不知道会发生什么状况？而他的各种行动，美国不放心，台湾人更不放心。但是你不放心归不放心，你已经选出他来，能怎样呢？现在就是看赖清德他自觉是如何，但是从他的当选感言，你就完全感受不到他对，就是他身为总统这个职位之后会带来多大的冲击，他自己有这种感觉。我觉得他完全没有，他没有这个自觉，然后只是不断的重复那些让我们愿意跟对岸什么什么谈交流啊，什么这些八股，这没意义。你到底要怎么跟对岸交流？你完全讲不出来。你也不接受9·2共识，你也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那我不知道你到底要怎么跟对岸交流。所以美国现在对他是非常担忧。我相信美国至少在因为美国今年也要选举嘛，所以我想这段时间他们会对他严加看管，这也是萧美琴的作用之一。可是问题是我最担心的是赖清德这个人是不太受控，他也不太受管。当他的情绪累积到一定程度之后，他会做出什么样暴走的决定，我也不知道。所以这是我们台湾人自己的选择，就只有大家自己去等待。抓来蛋吗？对，那首当其冲就是立法院长的选举嘛。那现在民众党今天早上开了记者会，弄出那些声明，就是说反正要经过答应他们这些条件，才有谈的必要。那赵少康已经代替国民党说 OK。那我不知道国民党事后有没有追认这个东西啊？因为赵少康毕竟他没有党职嘛。那民进党现在好像还没有回应。那如果双方都同意了，那是这样，继续进入下一轮的考核，是这样，我不知道。其实我自己个人是认为啦，我其实没有很希望韩国瑜再去当立法院长。我觉得他做一个立法委员，或者当那个党团书记长、干事长3长之一都可以啊，就带领党团冲锋陷阵。我觉得他是一个比较有战力的人啊。立法院长那个位置就是一个敲锤子的。然后瞧事情的，这个韩国瑜适合吗？他自己的个性适合吗？我觉得他当然现在也不是完全国民党能够决定的，也要看民众党的态度。我是觉得尽量去争取，也不一定要是韩国瑜，或者出奇招有别人也 OK 了。那我今天听到一个消息，我觉得很趣味，就是说，如果万一民进党拿不到立法院长的话，就游锡堃可能会请辞，然后换王义川。不是王正旭先补。王正旭先补，那再辞一个。对，看想要干掉谁，然后换王义川可以进来，一定要抢救义川大兵。哎呦，那我是觉得也 OK， 如果民进党愿意这样干，我很 OK， 我乐观其成。就看立法院，反正各出奇招嘛，各种奇怪的人都进来了嘛。对，那个就是变成公庙嘛，以后就很多党籍出现，那也不错了，就让他们高兴搞就好。但是我觉得这一届的国会会非常有趣。因为民进党本身不是多数，那国民党又不是绝对多数，所以民众党呢，其实了解他不分区名单结构就知道，他每一个人的想法其实都不太一样。所以未来民众党到底有没有办法贯彻纪律，就是每一次8个都投一样，还是要开放投票，或是彼此之间互相折冲？我觉得这会非常有趣。那未来1年的国会，我觉得会非常。很多
会非常意外。对，很多快乐的画面会在里头，大家可以慢慢观赏。教授的确啊，因为如果他自己提正副人选，那又何必？还不如把它压在另外一边的合作筹码，感觉是比较划算。这也是民进党现在在盘算的嘛。那民众党接下来关键少数，当然影响接下来的政局啊。我先说第一个，我希望蓝的做立法院长，不是为了任何东西，而是立法院长如果由蓝的来做，对于未来的两岸关系，以及对于赖清德的这种不确定的两岸关系的这种言行呢，会有强力的制衡效应，这是大家没想到的。我也觉得最后会是蓝的当选，为什么？很简单啊，他现在民众党都在放空气啊，做形象。柯文哲已经讲了，他要选2028嘛，他如果去跟绿的合作，你是投降，你是背叛，投降根本就是你投降。跟绿的去结合了，对不对？还有什么理念？你背叛你的支持者，你不要忘记我刚刚讲的台湾的政治结构的3大问题。第一个是讨厌绿的贪腐，第二个是讨厌蓝的老化，第三个是不太喜欢中共。那这个交集结合在一起，都是年轻人，都在你这个白的旗帜之下。这个时候你跑去跟绿的合作，一个拿院长，一个拿副院长，完了，28年不要了，又回到蓝绿的对决了，也不错。但是呢，柯文哲应该不至于这么笨。所以我觉得结果一定是如此。曾耀芬当初蓝白合不就得个？对啊！你当初蓝白合，你还去做副总统嘞，然后那个还可以提名几个阁员呢，对不对？是不是？所以他不会那么笨了哈，就都在作秀了。那美国在管控，美国不是在管控台湾，美国在管控赖清德。对呀，个人哦，现在中美在共管。美国的工作就是要去管控赖清德，然后呢，把不支持台独讲得很清楚。什么叫管控赖清德？我讲得很清楚哈，他一定要讲出，就是至少让华盛顿、让北京都能够接受的话。你记不记得阿扁刚才不是亮哥讲的吗？是不一没有强烈的回忆哦。马英九讲什么？不统、不独、不武。对。蔡英文讲什么？2016的时候，92历史事实。这3个其实各位关键，有没有美国的压力之下讲的？当然有嘛。那尤其是阿扁的事不一没有，所以冻结台独党纲，我觉得这可能还不够哦，因为讲冻结，那什么时候我们可以把它解冻嘛，对不对？所以呢，美国现在的管控，中共要做什么东西已经做出来了。各位，3战，我一直在想，如果是赖清德当选的话，秉金会做3战：外交战、经济战、演习战。外交战已经出来了，第一个诺鲁，对不对？现在13个变成12个，接下来这个瓜地马拉1月14号总统来新就职，吴钊现在跑去这个参加他的就职典礼，但天晓得那个时候其实13号见他的时候，结果还没出来。所以外交战，我比较担心瓜地马拉跟海地，然后第二个会不会减少到10个以下？经济战，那就是这个527项。然后呢，2509项经济战，我们还没什么，我们还没有什么话好讲，因为都是我们占便宜的嘛。演习战，那这个演习会越来越深刻，所以各位这3战也要看美国如何管控，赖清德如何反应，台湾就基本上是动荡的。所以真的动荡着剉咧蛋嘛，我想这是选民大家最不想要看到的画面。观众平安，欢迎收看 TBS 新闻大白话，我是王浅秋。首先介绍这一节跟我们去讨论选后整个局势变化以及国际议题的来宾。第一位是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亮哥。大家平安。资深媒体人谢寒冰。主持人好，大家好。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教授。浅秋，大家好。在几个议题里头，当然除了要接下来新政府如何组阁，那么这次选票的分析，那么下一次呢？这一次的战犯是谁呢？都是这几天被聚焦讨论的焦点。其中我只要跳出来骂支持柯文哲的人，就是把8年内的生活陷入困顿最可怜的一批年轻人。他痛批是柯文哲亲手害了年轻人的未来，而刘宝杰啊，更是在开票的时候先骂了这个柯文哲5个小时啦说当了2次老三，难道叫黄珊珊？柯文哲到底知不知道你的状况？如果知道，还做出这种宣示，那不就是欺骗支持者吗？他当然指的是包括民调啦等等的数字。统神直接说被假民调骗了，听听这段谈话。
4年以后绝不投柯。4年以后我不止不会投柯，如果柯出来选，我会全力帮国民党的人站台。4年以后如果柯文哲出来选，抢国民党的票，我跟柯文哲混账啊！4年以后要赢回国家，被你骗不了票啊！16%的垃圾能够嘛？26%干死了！多少台湾人希望政党轮替啊？我跟你讲，我今天最不爽的是黄珊珊选举最大民调一定是假的。国民党做4年，如果国民党做得烂，就让柯文哲接啊，不是本来就该这样子吗？不能做假民调骗人嘛！你黄珊珊、陈志谦现在出来道歉呐，还在柯文哲这边说打嘴炮，说4年后赢回国家，赢你做假民调啊！选出来26%，我今天真的觉得可悲啊！当然，同时它的重点在哪里？就是说，如果60%投票结果，民意是希望民进党被下架的，所以让他赖清德呢变成一个最少数4%而已的得票数总统，还没有办法下架。为什么？那么统神算不算相对年轻？现在算啊。那他可以支持国民党，之前跟苗博雅杠上，所以国民党要怎么赢回年轻选票，或其他在野党怎么在年轻选票上面成为4年后的发展的争取的目标？来看看哦，柯文哲在总统票的部分。分析起来，80%是来自于绿营的支持者吗？2%来自于蓝，所以呢，白角橘绿得利的选区，这样算起来的话，台北第1选区士林北投这里是侯汉廷，他算白吗？他是新党，他算是无党籍来参选啦。那但是张思刚如果加上侯汉廷，票数就大于吴思瑶。云美人也一样啊，喊自己是无党无派，并不是以民众党来参选。不过如果加一加，钟小平加云美人还是大于吴沛忆。但这2个选区有点不一样，因为钟小平个人在选区里的仇恨值稍微高一些。那所以呢，以其他的选区来看，像宜兰，陈俊宇、黄征庭加一加的话，就会大于黄征庭加陈婉慧倒过来才对，也是会大于民党的候选人哦。所以就是没有提名的候选人的区块，同样的，如果白支持的话，蓝白合作就有可能胜选的地区，比如说云林第1选区，这个大家最惊讶的其中一个选区，苏治芬老县长居然输给了丁学忠，这个票数差距其实不大，那么所以他结果。丁学忠可以翻盘啊，那或者是够强不会受影响的区域呢？赖士葆照样当选，就算有张其禄来参战，新北第8选区的张志伦也一样哦，在吴峥啊、邱成远一起来分票的情况之下，他还是拿下了42个百分比的选票，就算白营有提人选也不受影响啊。所以像张志伦在地的基本盘加吴峥仇恨值高啦，那柯文哲扮演的角色呢，就是足以让蓝军落选的这样的角色，除非像这2个选区是比较强的。那接下来立法院长谁来当？在立法院还有很多的这个今天早上看到的戏码还在进行当中，民众党要成为一个关键的少数，影响力最大的，那柯要继续选总统，蓝绿的票都要拿才会赢，这也是讲4年后的时候柯文哲的一个选择吧。亮哥怎么看这一次像柯文哲被形容是战犯，像吴子嘉的说法啦，或者是刘宝杰的看法？柯文哲因为被他们认为啦他们认为被媒体打压嘛，所以呢，他们就要拿出一些，坦白讲，政党民调本来就没有人在当真嘛。内参是吗？国民党也有登政党民调啊，朱立伦说侯友宜赢小赢赖清德2%啊，国民党也有讲过啊。那个民进党到开票前2天还说赖清德渴望45%啊，那最后是40.05%，对不对？当然，那个民众党的民调是夸大了一点可是我的意思是说，你如果是民众党的人，你要巩固你的不分区的民调啦、投票啦。事实上，柯文哲最后还是比他的政党票多了60万票，那你有什么策略？你除了去夸大自己的民调，巩固大家出来投票的信心之外，不然你就是崩盘了嘛。坦白说了，台湾这种10天内不能公布民调的制度也不一定合理了。因为很多国家都让你公布到最后1天啊，甚至投票当天还在公布民调，对不对？给选民做参考依据。是啊，选民就是你要自己去判断哪一个是真的嘛，对不对？那我们事实上这个社会公布了10几种民调啊，那你那个民众党的柯粉啊，就是只相信黄珊珊公布的民调，那我有什么办法？对不对？所以并不是说社会
蒙蔽了你的资讯嘛。各取所需。你如果说是社会的民调不能公布，只有黄珊珊在公布民调，那你可以去 K 黄珊珊呐。可是黄珊珊公布民调的同时，大家还在公布别的民调啊。为什么大家那么信黄珊珊？为什么大家那么信柯文哲？柯文哲还说要把他的组织改为耶稣会他就是有宗教性质嘛，有个人崇拜性质嘛。所以你今天回啥回啦？我跟你讲啊，只要有个人崇拜性质、有宗教性质的政党，你说，如果公布民调，那你的群众就会转向，你别讲啊啦，除非教主说我不会赢，请大家转向，教主讲这个话才有用嘛。所以我觉得，坦白说啦，国民党没有当选哦，检讨也不要把假民调当作重点啦。因为假民调你自己也有了，真正该分析的重点是为什么侯友宜这么弱啦，这恐怕才是重点吧。如果不是赵少康、韩国瑜这样全力以赴来力挺，搞不好侯友宜真的第3名啊，恐怕这个才是真相吧。我的意思说，如果你不从这里来分析自己或者是说为什么逼着侯友宜只剩下3个月来做竞选征召，那你前面在干嘛侯友宜事实上在那个去年的1到3月，他民调很高你为什么不乘胜追击？那个时候直接就提侯友宜呢，让他有一个更长的时间可以到地方去走动。因为他还在任内刚选上，还要竞选。我跟你讲，那如果这样，你就不要选嘛。你如果还要考虑我刚选上，至少我要在任内做半年之后才能够到地方走动，那你把这个总统选举想得太简单了嘛。你只有3个月跟地方派系能够有交情、有信任那你平常在干嘛？就是你如果真的想选总统，那请问你过去这几年，你有在跟地方的人来往吗？就是你总的要去反省的是，你国民党为什么非提他不可嘛？那你提出来，人家就跟你讲说他就是很弱嘛，你还不相信啊？那最后如果不是赵少康跟韩国瑜都跳进来，你想一想，你会开成什么样子？所以当初人家在讲说侯友宜跟柯文哲的民调，你真的很弱那不是假的啊。你也许可以选赢柯文哲啊，可是你绝对选不过赖清德嘛，这个就是事实啊。然后你不合就是会输嘛，这跟你讲的多清楚了，那就 TK 啊，然后大家来硬撞车啊，对不对？然后现在反省，竟然反手到对手的假民调去了，这个太扯了啦。没有一个政党这样反省问题的啦。政党要反省问题，就先反省自己啦。为什么初选不是透明公开？为什么提名拖那么晚？那为什么会想到要把郭董整合进来？一大堆问题啊！我看从这里去讨论比较好吧。那坦白讲，后来我认为在死马当活马医，决定就是自己选之后，国民党还整合得不错啊。事实上各方人马都全力以赴了啦。是，你也很难说朱立伦有什么不对啦。地方的派系像傅昆萁啦、张荣惠，没有朱立伦去整合你真的能处理得好吗？对不对？你现在还要怪朱立伦？我跟你讲就是问题一大堆啦。可是最不该检讨的就是假民调啦。民众党用假民调干你屁事啊！我就是要这样玩啊！我就是宗教啊，他就是宗教啊，就是个人崇拜啊，他就是这样的党嘛，不然怎样？不然你也弄一个有这种号召力的一个候选人出来嘛，对不对？彬哥，我是觉得啦，民众党用的假民调，要骂他们的应该是支持民众党的人。对啊，会投国民党人表示你没有相信这个假民调，不就这个意思吗？像我从来就不信啊。统神可能转向没有，其实统神我跟大家讲，他根本就不可能投柯文哲的，他是故意的，他甚至他自己都在讲，他在直播的时候自己都在讲说汇流民调，他正在直播汇流民调打来，他还假装说我29岁，所以我觉得统神是在做效果啦，但是重点是在于民众党自己要去检讨，你们这种激励士气的方式，下次还能再用吗？
还会有人相信你吗？因为上次台北市长选举已经用过对了，，已经用了一次了，那这一次又再用一次，然后柯文哲嘴又太秋，在那边讲说什么选举结果出来之后就知道谁没穿裤子，对，那现在谁没穿裤子？你自己没穿裤子啊，所以那柯文哲当然也很贼啊。昨天人家问他的时候，他说：“哦，这个我还没有时间统计，你们媒体去统计一下。”给我个表吧。对啊，我就觉得讲这种都没意义了。但如果现在大家是要各自检讨各自的问题的话，那我觉得那个是民众党自己去开去检讨的部分。那国民党自己就要去检讨，你到底是怎么弄的？弄到其实这场选战一直到11月24号以后才开始，不是吗？因为之前蓝白合是在11月24号最终破局啊，分手了以后才正式开始的啊，所以你们自己本身把自己搞成这样嘛。那我也必须要去提醒国民党跟民众党，你看你们这边表已经很清楚了，就是如果是蓝白合的区域，就算是本来居于劣势，都有可能会赢。对，那如果是蓝白分裂的状况的话，本来有机会赢的都会输掉。那我提醒一下国民党哦，这是这一届哦。那民众党这一次一下拿到了300万的政党票，下一届提名可就不是这样了，他一定会提名非常多人。他光也不用到4年后，他下一届县市长还有那个议员的时候，他就会提名很多人。对，那请问一下，你们怎么接这个招？那个时候可不会有什么蓝白合的问题了，恐怕那个民众党是遍地开花。那请问你怎么去做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应该不用去找什么谁是战犯什么的，这些都没意义了。战犯找出来又怎样？我请教一下，民众党好，就算民众党现在也认为黄珊珊是战犯，把他干掉了，对国民党的好处在哪里？也没什么好处啊。民众党，你看这次得票知道，民众党大概有2/3的人都是比较偏向支持率的。你觉得他真的会跟你走在一起吗？大概只有某一些议题的合作而已。那未来他绝对是你的竞争对手，所以你要想想看，未来可能很多选举都是这种沙卡都的状态，你到底要怎么去赢过其他2个人？我讲个比较那个一点，张志伦那个选区还有幸亏吴峥不够强，他真的本身太弱，不然的话张志伦会输因为其实这个邱成远打得还不错他拿到4万多票不简单的，对啊，现在也蛮晚才决定参选，是啊，所以在这种状况下，只要你想想看，只要是蓝绿旗鼓相当的，白的推出一个不要太差的候选人，那蓝的大概注定就要落选，基本上就是这样。那请问一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真的觉得国民党自己要去好好思考。这一次虽然靠了某一些机运，在国会成为最大党，可是问题是国民党内部凸显出来问题太多了。你这些问题如果没有解决的话，不要忘了年轻人还大部分是支持民众党，4年之后你的年轻人更少，请问一下你怎么办？所以我真的是觉得国民党要痛定思痛。这一次我们不一定要求朱一伦下台，因为朱一伦有做了失误的地方，也有做的还不错的地方。我讲实在话，像刚亮哥讲他那种整合，我觉得朱一伦非常奇怪，他在大家都骂翻天的时候，他突然之间神来一笔，就做一个让大家意想不到的整合，那也是很强。可是问题是他的其他的一些，包括当初为什么会把郭董找来，你初选到底内容是什么？你们是怎么决定的？那国民党有没有办法去改正这些东西？我觉得这个都非常重要，因为如果这些东西没有办法把党内心结解开的话，你现在随便找几个战犯，好杀鸡儆猴了，接下来呢？下一次问题还是一模一样，不会改变了。而且国民党是越来越老化，这样是对的方向吗？所以我真的拜托国民党要赶快去痛定思痛，不然的话，未来你的竞争对手只有越来越可怕而已。就是说不能再一直只补破网啊，那网先不能破嘛，先要把网给好好的补好，把制度先建立好，这才是现在的当务之急。否则很快，除了立法院选举之外啊，马上又有2年后选举要来了。大家知道，台湾的政党政治走到今天呢，其实是一个分水岭，也就是我们从过去的2党制，因为通常总统制度之下2党制比较普遍，但是呢，现在已经很清楚要走向3党制，至少到28年之前。那如果说28年这个还是有机会的话，这个3党制蓝白绿，我觉得会继续下去。你要习惯，不再只是一种蓝绿思维。基本上蓝白绿3角的这种就是政党政治，我觉得已经成为定局。我很少看到有人讨论这个赵少康效应赵少康效应，我觉得最大的就是把整个国民党基本盘在蓝白切了之后，完全的拉回来然后呢，在媒体的呈现上，
11月24号完全不会逊色于绿营或者是柯文哲，因为赵少康的关系。你事实上他到后来还有点相当的自我克制，毕竟他是副手。可是赵少康还是这个赵少康效应呢，还是没有办法改变什么这个结构性的因素。什么结构性的因素？我觉得很简单嘛，很多人不喜欢绿的贪腐，很多人也不喜欢蓝的老化，很多人也不喜欢在现在的这个氛围，两岸跟中美关系的氛围之下，很多人不喜欢中共。这些人其实被柯文哲所吸引，尤其是年轻人，他也没有提出什么方案，只不过在不喜欢的情况之下，不喜欢绿的贪腐，不喜欢蓝的老化，尤其看到这个侯友宜的出现的这样一个过程，以及他本身的这个条件，还有整个党中央的这些策略，所以这些人就看到了一个认同的，就是柯文哲。那这些东西会不会改变？我要讲，我觉得朱立伦主席做得不错，但我觉得他应该辞职下台。真的，政治要第一个关键原则是责任政治。如果是政府的话，你的政策不行，你就要下台。政党很简单，政党比政府在责任政治上其实更直接明显。今天你如果选举这个大选你输了，你就要下来。欧洲的政党如此，日本的政党如此，全世界政党都是如此。政党已经变成一个选举的机器。那现在特别是我们刚刚讲那个结构性的问题，国民党的老化，那其实你用再怎么样多的策略跟手腕，别人只不过是把它看成另外一种宫廷或者是密室政治。你要有一个结构性改变，不管是蒋万安、卢秀燕，它代表的是新的世代，然后呢，新的论述，已经做过2次，输过2次，作为党主席的朱立伦，我觉得功劳很高，对国民党。但是呢，作为政党的责任政治，大选输了，党主席换人是很正常的民主政治当中的常态。而且现在是国民党真正能够，刚才前面2位讲，危机作为转机的最重要的核心的关键。